提到野生动物，你会想到哪些动物呢？鲨鱼、老虎、大象还是野狗？无论陆地还是水里的生物，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会先指向两栖类的动物，那就是青蛙。青蛙可能是地球上最迷人的动物之一。这些两栖动物来自各种各样的品种，每一个品种都有其独特的属性和生理特征。世界各地大约有4740种已知的青蛙，有些青蛙拥有半透明的皮肤，有一些却有醒目的色彩组合的皮肤，而另一些更善于融合，甚至到它们成为互联网风云。特别是目前正在网络中传播的一只神奇的青蛙，人们都不太确定它是真实存在的物种。你好，我是勇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数个在地球上罕见的青蛙品种，有一只却被认为像乌龟多过于青蛙——玻璃蛙。戴安娜的无形玻璃蛙是在于2015年被发现的，它的名字特别长，但身材矮小。这种大约长1英寸的物种是100多种玻璃蛙的其中一种。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玻璃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着独特和半透明的皮肤。它们的内脏包括心脏、肝脏及消化道都可以从透明的皮肤中看穿，十分没有隐私啊！看来该给它们穿上衣服吧。嗨 OK。玻璃蛙是一种叶心型的生物，原产于哥斯达黎加的塔拉曼卡山脉里，以小昆虫为食。沙漠雨蛙，沙漠雨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物种，它是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一条6.2英里宽的海岸线上被发现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Dean Boshoff 前往南非的海岸线时，一开始他只想要捕捉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山丘，然而就是因为某种像婴儿般的叫声吸引了他，随着声音的方向前往，最终他拍下了沙漠雨蛙的照片和视频。哈哈，听到这个声音，你是不是觉得好不可思议呢？青蛙的叫声依然会像婴儿般的叫声一样，难以置信啊！由于沙漠雨蛙的声音非常刺耳和独特，它随后的视频在2013年迅速传播开来，几乎使互联网瘫痪。目前有超过2200万的观看次数，非常的震撼。沙漠雨蛙也是夜间才会活动的青蛙，当在白天时，它会把自己掩埋在沙子下，以便可以保持凉爽和湿润。到了晚上，它们才会出来，以昆虫和幼虫为食。毛蛙，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 X 战警电影系列里的金刚狼吧？毛蛙就是另一种像金刚狼一样有着金刚爪的青蛙。在它遇到危险时，它会折断自己的脚趾骨头，之后锋利的爪会刺透指垫，从断裂处长出。相反，当它们放松后，爪就会自动缩回，受损的身体组织也会慢慢的治愈，就好像电影里的金刚狼一样，十分有趣。而在繁殖期的雄性毛蛙还会在两侧和后腿上长出毛发状的皮肤和动脉，这些毛发可以使它们透过皮肤在陆地时吸取更多的氧气，并帮助繁殖期间的雄蛙消耗更多的氧气。这种氧气在长时间的水下花费时会派上用场，使它们可以保护雌蛙产下的卵。在开麦隆，当地人将毛蛙当作美食，因此毛蛙常常遭到捕杀并烤食。猎人们为了防止被毛蛙的利爪伤害到，他们一般会使用长矛或弯刀等的捕捉工具来狩猎它们。华丽的角蛙，由于华丽的角蛙有着特别大的嘴巴，该物种也会被称为赤豆蛙。为什么它们会被称为赤豆蛙呢？因为这种青蛙会试图吞咽几乎所有与它的大嘴接近的东西。赤豆蛙就像蛙剑里的大胃王一样，具有令人无法满足的食欲。它会猎食蚯蚓、鱼、青蛙、老鼠等，
它的嘴巴大约占青蛙身体的一半。正如国家动物园所说，这些青蛙有时也被称为有腿的嘴巴，因为嘴巴似乎是整个身体的前半部分。该物种是阿根廷特有的物种，其红色和绿色的斑点有助于将它隐藏在森林地面上，让它们不容易被它们的狩猎者发现。看了以上已介绍完的青蛙之外，你是否有发现，虽然它们都是有其独特的特征，但是它们的样子长得似乎都差不多，都是可以被判断成某种青蛙品种。就在3个月，一个推特用户发出了一个稀有生物的照片，该生物具有不可能的圆形、斑点状的身体和富有表情的面孔。它被转发、喜欢和分享数千次。从那以后，在许多网友不同的反应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这一个青蛙其实肥到很不像一只青蛙，有网友推测它是某种乌科的乌龟，也有人猜它可能是被做坏的陶艺品吧。更奇葩的是，还有人觉得它是某种精灵宝可梦，或是星际大战里的赫特人乔巴的进化祖先。不过，网友们其实全都猜错了。据报道，一位生物学家兼2栖动物专家 Jody Rowley 在推特上回应了大家。他指出，这确实是一种青蛙，正式学名为狮子鼻蛙，又常称为钝头雀蛙或气球蛙，是东南亚比较干燥地区的本地生物，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地底下，等候大雨的下降。而且它之所以如此肥胖，不是因为它像吃豆丸那样吃得太饱了，因为是它启动了自我保护的状态。它会利用空气给自己充气，因此看起来很大，是用来吓退潜在危险的。这一只气球蛙是在填捕在被一名居民发现的。像许多青蛙物种一样，气球蛙也是一种爆炸性繁殖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底下度过，以便减少自己的活动量和水分的消耗。这根本就比宅男宅女们更宅吧。它在等候大雨的降临才会浮出水面，尤其是在它繁殖的期间，它们会把自己的身体充气起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在它们的繁殖期间，你就会看到一堆的气球漂浮在水面上鬼叫。看到这画面啊，鸟还以为大家都来放水的呢。雄蛙会用这一种漂浮方式一边漂浮一边鬼叫来吸引伴侣。找到伴侣后，雄蛙会抱在雌蛙的背上，一同漂浮在水面中，然后一起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把大量的卵排出，让它们体外受精。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难以置信这是真实存在的物种，他们对所有这些生物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是，地球上估计有870万种动植物，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被发现和识别罢了。就是因为长期的待在地底下里，因此气球蛙就不容易被人类发现，就如同上一部我介绍过的象菊。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毁林的威胁，青蛙通常被视为指示型的物种，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这也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有关生态系统如何运行的宝贵见解，从中维持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减少毁灭的迹象。你最想要看见哪个青蛙品种呢？请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吧。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一起勇勇的活下去吧。拜拜。